一定拍到了，你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俏皮，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跟定了试驾系列了。我上个影片试驾 Mitsubishi Lancer GT 来到这里，然后今天就有一班 Lancer 跟 Inspira 陪跑，还有试驾过的 Atlas City RS， 然后有我的表弟，你看这辆 Mitsubishi Lancer 呢，它是原装的啦，没有 remake 过的，来自一个 4B11 2.0 的自吸4缸引擎啦，然后它是155 PS， 还有199个牛顿米的扭力，换了喜摩大的 intake， 4.5 寸的这个尾端，添了 adjustable。18 寸轮圈 ，Michelin PS5 2540R18， 然后还有 4-port caliper Brembo F50 的。那我们就上山，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能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好，不的时候我们上山了 ，Let's go！那我们车主就是要，给 follow 的 IG 啊，我们就富有玩这个 Inspira 的啦，不是改手牙就是换 engine 2.4啦，不然的话就是 fully convert 了啦 ，Rally Art 或者是 Evo 10， 开一点窗，因为有 exhaust， 关掉 AC， 我就上山吧。这辆车就是一个 Wikipedia 的后面说啦，是一个 Mitsubishi Impact 3的变速箱啦，可是很多人有网友讲是 Jacko 的，所以 I don't know。所以我们现在用换挡拨片。这辆车在上个影片有讲过，它是换了一个 Evo 10的仪表啊，所以就这个明灯是到300的。然后这辆车是有原装的 CVT cooler， 小个的躲在后面。然后这里这个有一个表 oil dam 的就变成 CVT dam 了的啦，还有 water dam。反 hydraulic steering。直接。有点卡粉的情况哦。这里 rim 是一个 RPF 1 18寸的 8.5 JJ。哇，那个声音有点 Evo 10呢，真的嘞，那 muffler 弄到。所以这样子的 brake servo 又换了哦，脚感是不是一踩一点就有了啊？很敏感，很重。如果是原装的 brake servo 就要哇，那个换牙会有那个冲出去的感觉哦。虽然它是 CVT， 可是它给到你那种感觉像 AT 那种啊。这个 PS5 就是好 ，PS5 很抓一下的，其实哦，可是它的价钱是有点贵啦，700多一条，18寸的700多。还是225罢了，没有235，235更贵嘞，更贵。
那些 4B11改出来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哦。那个触的声音有怎么说呢？独特的一种声音，就好像你听到 VTEC 的声音这样。它有它的高亢 VTEC 高亢。哦，是咯，感觉不一样。不都有人陪我们吗？他们一定拍到了，你讲。不错哎，这辆车前面换麦花臣，后面铆跌令，有了这个天的 adjustable， 弄了比较硬一点。它操控不错的，如果你比起想当年竞争对手 Honda Civic、FD。还有这个Altis，当然 FD 的原装不错啊 ，FD 的原装是偏硬朗一点的。可是如果你改装起来旗鼓相当的这两辆车，这样的 CVT 不错的，其实它的整个反应啊，会有乐趣一下。你看我越跑越快 ，CVT 越冷，尤其是我现在下山的时候。刚刚90度了，现在才80多，85。这辆车上山可能要注意它的 oil press。哦，oil press 要注意。上次上过一次，一休息，它呼吸不到，0.5，0.5到了。很少哦，这样子哦。不过休息一下还 OK 啊。这次又换了 engine oil， 要看一下有没有改变。他没有换，他不会好像换牙这样的哦，直到我自己按为止哦。他上不会换，他要等你很低的转速的时候，太低转速还会帮你切去上一个档啊。他加他就不会哦，不会啊，不会换。神奇哦，这个，他帮你顶住。我追到，有多少个手牙啊？今天这个。OK， 给他这个冷却一下。为什么这样多车停在旁边的？那么多车停在旁边的？没有事吧？没有事，吓到我一下。有没有这个 CVT 感觉到像 AT 一样哎？哎呀，有没有想过以后啊？要 convert？ 我engine在电了啊。所以你就是以后有想过啦？我压箱也买好了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对生活是美诺版的？哦，所以以后想要换美诺版压箱已经等这个回去啊，我马上换了。哇！为了你，我把 CVT 开上来给你绕一轮，然后回去我就换了。哦，有。然后我之前这个频道哦，有一位粉丝跟我讲，他在convert了的，他给我看了的照片，他讲过2年过后应该会好，所以我在等着他的消息。我其实对这种 convert 有兴趣的。然后 Ralliart engine 我会等到这个1万公里过后 ，engine oil 时间一到我就丢进去了。哦，所以那时候可能可以再联络一下美诺的 Ralliart。可以，美诺 Ralliart， 也是 5 speed 哈，5 speed Lancer 的2.0的压箱。OK， 我没有用到2.4去。2.4的 ratio 更长哦，所以它是1.8、2.0、2.4这样。它更拉的，对，1.8很短。对。不过听讲上山还是1.8的好用。因为它 ratio 比较短它比较短。跑100的时候都3000转了，那辆车5号牙。这个 pedal shift 很爽一下。如果你试看放高，它会自己掉下来的，等一下。哦，对，它会掉了。自己换到最低的档给你。你看它不会换的哦。要我自己按，不错啦，这个 CVT。
让你降档了的 CVT，not bad。这个动力很够用。如果降档的话，你太高转降它没有地方跳的话，还是不给你换的。对对对。啊。它不给你拉过它转速，还是不给你跳。这个动力不输 FD 耶。155 PS，199个档。因为它的优势是配搭的一个 CVT 啦 ，CVT 可以保持的一直在高转的时候，你看。不知道在镜头前呢，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它的这个换挡就好像是有点像 AT 的感觉。这样车没有 traction control 了，好像没有，一切靠自己。相对来讲，当年的 FD 就会有给咯，然后这个 Artis 的话就有给哦，这辆车就没有啦。可是锚定力这个车的屁股比较听话一点的，它没有这么爱甩。反正 Artis 的屁股就感觉到有点不太听话这样。CVT 都不到90度哦，有没有哦？有样容易烧啊。开心，我看到。它只是不一天跑太久，它会软车，是真的。哦，这辆车也换了 Relia 的椅子哦，而且它不是皮革的，所以它的感觉就是会吃着我的衣服，拉着我这样哦，不会滑，很好驾这个山路，不用换到那种 semi bucket， 这个就是像 semi bucket seat 了。budget。这个换挡，哦哟，有人冲出来，突然间，这个比勒遮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比勒是完全遮到它，我只看到这么一个困在飞着的，一定是有人拿着了。哇，火蟹烂脚，哇 ，Super car， 我这好没有车。有车停旁边了一下，玻璃翻断了，弄什么事情？这辆车状况很好嘞，那个引擎很精神 ，water depth 90度多一点 ，CVT 90度多一点，很好啦，这个冷却做到170多公里啊，这眼睛。啊，170多千公里哦，哇，这样高了，这样子，170多千。我一直 OK 啦，是的确有一点点不是很方便的这个换挡拨片，它是不动式的，会跟着方向盘转动，然后偶尔有时候会按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，这样子。可是很帅啊，我觉得这个换挡拨片就是特别的战斗感。可是现在前期的 GTR 会用啦，R35，可是后面它不用了哦。那 corner 不方便哦，你的 corner 不方便，你的 steering 在90度的时候。车主是什么改装杆一，你看他用的轮胎就知道了。所以这辆车 PS1 很好，不过不后悔咯，真的，真的。轮胎用好的是很重要的。你上山你就知道那个摇力啊。没有理由你改到一个好像是的车咯，你用一个 road 啊，手里啊不是在拆品牌啊，用一个那种街胎啊，不是街胎，就是说那种。便宜的，一条200块这样子，一个18寸，哎呦，你跑一个山路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这样的速度过我过不到了，因为你推头，还有你这个不抓地。
其实这个天都很舒服哦。Street Use 很好用啊，不过它就是不够 BC 硬，它不够人家硬，对，它不够人家硬。是 Daily Drive 是很好用。上到来这边这个速度比较慢一点的时候啊，这个 CVT 的 Dam 上到95了，所以撞风还是很重要的。哇，地方快哦，有德波就是不一样啊，有德波。看到前面的 lift， 有点就是拿来卡的，然后也痛啊，那个是拿来保护bumper用的。这个 meter 可以调亮度吗？其实可以，可以。看到旁边一个小字那个那个 info 那边啊，放低，手给上到顶了啦。好加好加，这样子的 setting 很好加，不会过硬又不会过软。我 prefer 这样的这个设定啦，会有那种 body roll。太硬的话就下10磅才要了，这个山路不用了啊。所以最终上到来顶好像是我而已哈，其他全部去到半山。第一次坐在副驾驶，可以让快上山。不错啦，你的车的设定很棒，过弯那些的极限都是蛮高，没有到100，没有到100。然后 CVT 也就是因为我刚刚到顶的时候啊，就因为比较慢了，然后就从90度飙到95，收发都很 OK 啦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想要买一个sedan又有驾驶乐趣的话，我觉得选这个 GT 也不错啊。Lancer GT， 再便宜一点不是买 Inspira 2.0哦，在30多千都有 Lancer GT， 而且它的最标志性的红色很骚哦，真的是。如果你还有预算的话，你就买 GTE 咯，因为给完你那些 Evo 10的东西啊 ，Keyless 啊，所以它的 Keyless 是在这边转的。这样多次的 Inspira 有换过手动挡，有 Ball-on Turbo 的。有换了2.4的，为什么这次我会拍 Mitsubishi Lancer？ 因为真的是在我这个频道没有呈现过嘛，因为车主还懂嘛，怎样去分这个 Inspira 还是Lancer？ 有兴趣的话，看我上个影片就知道了啦。它的分别在于一些细节的地方哦。Evo 10的 meter 真的很美嘞，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到山顶了啦。非常感谢这次Yap特地从 JB 下来给我们粉丝们看看这个。Lancer GT 啊，因为其实我也是很好奇啊 ，Lancer GT， 给我听好一点。Lancer GT 的这个，什么声音？滴滴，它吃不到黑油哈，太热了。跌到0.5去，吃不到黑油哈，差一点，没有问题啦，其实，它可能 sensor detect 不到啊，可以了，差一点就可以了。有时候车是这样的，上到来水土不服啊，或者是空气的关系啊。谢谢，好，非常感谢你啊，这次真的是很好的体验。这个車 setting 真的很不錯，我喜歡這種 setting。喂，做咩你又喺呢度嘅？咁巧啊！我哋6點晚上嚟啊！而家你落山啊？你哋全部冇走上嚟，冇去半山食嘢先？我食嘢啊！馬路吹水先。OK， 拜。其實就是因為這個頭燈讓呢這個車更加精神的感覺。出發這個樣子是蠻經典的，有 Evo 10的影子。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，記得點個讚哈！哇，這個真的是夠帥哦！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結束。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們呢，不要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還有打開小鈴鐺。我們下一集的 POV 再見啦 ，Goodbye。